大家好，我是文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千星。千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千星，非常高兴在这儿和你们见面。千星呢，是我以前的同事，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很长时间了，17、18年了吧？哇，天呐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千星呢，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，他不但教的非常好，而且呢，他还会培训新老师。那我先解释一下，培训新老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呢，他会教新的老师，就是没有经验的老师，怎么教外国人学汉语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呢，经常有人给我留言，或者是给我发私信，让我给他们推荐一些学校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想和千星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其实呢，我们都觉得推荐学校有一点难，因为我们觉得学校不是那么的重要，选对老师才是关键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的。那千星，你觉得为什么选择老师比选择学校重要呢？因为好的学校常有，好的老师不一定常有。对，是的，所以就是在一个学校，常常会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师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没有经验的老师。对，那为什么说选择老师比选择学校重要呢？很多人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教汉语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对，其实教的好不好，还是要靠经验累积起来的。没错。是的。好，那说到经验，千千，你觉得年龄重要吗？就是老师的年龄。不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以前培训新老师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新老师，虽然他很年轻，但是他的能力比一些老老师要高很多，他教的比那些老师要好得多。然后其实热情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不是说所有的年轻的老师就没有经验，也不是说所有的年龄稍微大一点老师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。对。你记得我之前有找你聊过吗？啊，你的血泪史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很伤心，然后呢，我跟千星是非常好的朋友，那她就像一个姐姐一样，所以呢，我遇到困难我都会找她谈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学校的领导他告诉我，我被学生投诉了。投诉就是说学生他觉得我不要这个老师，我要换老师。那他投诉我的原因，千星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太年轻了。对，他说我太年轻了，然后我就跟千星哭，然后说为什么我这么年轻？然后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吗？我觉得年轻是资本。对，其实当时这个学生他试了，好像不是试课，是他上了一个星期，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课，然后是我和另外一个比当时的我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的老师，我们一起配课，最后他选择了那位老师。呃，我不是骄傲，或者是我不是说那个老师教的不好，我是觉得虽然我比他年轻，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比他差。没错。嗯，教的好与坏和老师的年龄没有关系。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当时有那个我们的经理派课的老师，嗯，他问我这个时间你有时间上课吗？我说有时间，怎么了？他说学生想找一个40岁的老师上课。就是这个学生可能觉得40岁以上的老师就一定有经验，但是当时其实在我们的学校没有那么多40岁以上的老师。然后其实我当时还是20几岁。然后他问我你可以去上这个课吗？我说可是我不是40多岁呀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去试试。然后结果其实我怎么说呢？我跟那个学生特别聊得来，然后虽然他知道我没有到40岁，然后呢，他也想上我的课。好，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老师的经验和年龄。星星，你觉得除了这些以外，找老师还有什么点是比较关键的吗？我觉得老师的性格还有老师的兴趣爱好是不是跟学生一致，这个也很重要。
对，就是说，你的性格和老师的性格是不是合得来？对，然后呢，或者是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嗯，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。对，那比如说像有的学生，他们可能对经济感兴趣，那老师对经济不感兴趣，那可能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聊的内容就不会很多，对吧？没错，然后呢，就比如说老师喜欢旅游，然后呢，学生不喜欢旅游，或者学生喜欢旅游，然后呢，老师不喜欢旅游，然后呢，也聊不到一起去。没错。嗯我非常喜欢运动，然后我常常会爬山、跑步、骑自行车、打球。然后我上课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几乎从来不动，所以我就每次举例子的时候，我就想周末去爬山吗？然后你跑过半马吗？什么的。然后我发现我们谈不下去，聊不下去。对，聊不下去，就对，很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其实，之前和丽蓉我们也拍过一个视频，说学习汉语你要多说。那有的时候老师他可能也不是说真的为了跟你聊天，所以会问你一些问题。老师他准备一些问题和一些话题，其实是在引导你，帮助你把你的嘴张开，然后说汉语。对，那如果老师准备的话题你都不太感兴趣的话，那这个就很难聊下去。其实我现在我不认识很多在学校教课的老师，所以我很难去给大家推荐一个学校，我只能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就是你怎么去找老师，或者是你去找学校的时候，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你满意的老师？其实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要求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个学校，然后呢，让这个学校帮你安排合适的老师。就比如说，你想学 HSK 1或者是 HSK 4，还是你不想考试，你只是想学生活的汉语？你学习的时候，你对汉字感兴趣吗？你想不想学汉字？你想学还是不想学？那如果你想学汉字呢，你只是想学汉字的认读，就是你看这个汉字，你知道怎么读，然后呢，还有打字，还是你也想学怎么写汉字？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教学生汉字，这些都是分开的，是要看学生的时间，然后呢，还有他的要求，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。有的学生因为他工作非常的忙，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写汉字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要写汉字的话，要花很多很多时间。对，那如果是上班族呢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学习汉语，那他可能会选择放弃掉写汉字，他只学认读和打字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是生活的话，这些也是够的。因为千星现在在大学上课，所以你经常会用笔写字。嗯，但是呢，我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笔写过字了。提笔忘字，对，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要写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也会忘了这个字怎么写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就连很多中国人也不用笔写字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自己没有考试的这个要求的话，就是如果你要参加考试，这个考试会要求你会写一些汉字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需求的话，那你也可以选择只认读和打字。我觉得这些就足够了。对。那千千，你觉得除了要跟学校明确你的学习要求以外，还有什么要跟学校明确的吗？就是你的学习内容，你想学习哪些方面的东西？比如说是经济，还是文化，还是其他的计算机什么的？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工作？这些内容你要告诉学校，嗯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学校会根据你的学习感兴趣的内容，然后给你安排相应的老师。比如说，有的老师，每个老师他的专业还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。有的老师喜欢经济，有的老师喜欢文化。那如果你想很好的了解中国文化的话，学校可能就会给你派一个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，然后也比较有研究的老师。嗯。对，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，嗯我就不说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，他经常是在我在的那个校区，嗯他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，嗯他很了解中国文化，然后呢，他也很了解中国茶，对，所以呢，学校就会经常给他安排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。那除了刚才我说的这2点以外呢，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学校说你要不要一个严格的老师。
千星，你是严格的老师吗？我的学生给我一个评价，就是我的老师又温柔又严厉。嗯，是。那你觉得我是严格的老师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吧。我分人，就是我会看这个学生他的要求是什么。嗯如果他想轻松的学汉语呢，那我可能对他不会那么严格。或者是如果他不是那么的自信，那我可能也不会对他太严格，我会经常鼓励他。很好的老师。你也是啊。嗯，好，那千仙我知道你现在还在培训学校上课。对。那如果我们的观众他要去一个培训学校，然后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老师，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教给大家吗？你可以跟学校说，我想试课。学校为了让你以后能在这个学校上课，他会给你安排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，然后能力比较强的老师。是的。对。然后你通过试课，你还可以看看这个老师和你的性格是不是合得来，你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一样。对，所以这个是重点啊，大家要写下来。就是如果你去这个学校，然后你可以问他们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试课？那这样的话呢，他们通常都会给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把找到好的老师的方法教给大家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选择课程。如果你去一个学校的话呢，一般会有1对1的私课。对。就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。嗯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的班级课。那千星，你觉得1对1的私课有什么优点呢？1对1的私课呢，就是针对性比较强，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、你的特点，然后给你安排相应的课程。比如说你的发音、你的口语比较弱，那么我们就会着重练习口语。那比如说你的听和写的能力不太强，然后我们就会注重练习听和写，所以呢比较有针对性。是的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，然后呢，根据你哪方面需要进步、需要提高，然后去帮你练习。对，而且练习的比较充分，因为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你的。是的。那千千，你觉得1对1的私课有什么缺点呢？贵呀。对。对，1对1的私课的话，比班级课的话，肯定价钱要高很多。这是一个缺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班级课的话，我们都是固定时间的，比如说每周1、3、5或者2、4，这个老师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请假的。但是如果是1对1的私课的话，那比如说老师有事儿，然后他就可以请假，可以休息。那千千，你觉得班级课有什么优点呢？班级课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费用价钱要便宜一点儿，然后还有呢，班级课的人很多，你可能会交到新的朋友。然后你可能会和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人去练习口语。是的。那班级课有什么缺点呢？缺点的话，就是每个人的水平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每个人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他可能能力很强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他学习汉语可能只是为了交朋友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是特别努力的去学习汉语。对。然后有的人呢，可能就比如说，你看我的一个班里面有欧美的学生，有日韩的学生。相对来说，日韩的学生他的汉字能力比较强。对，但是他的口语还有这个听力相对要弱一些。但是一些欧美的学生，他的口语和听力非常好，只是他不写汉字。所以那这两个就很难平衡。对，老师的话不能说我们只是我们先就着日韩的学生，或者我们先可着欧美的学生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，所以这个有点难。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语言天分的人，他学得很快，学得很好，那么其他的人学得没有那么快，他在那儿他会觉得浪费时间。对，是的，因为你要等别人。对。老师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去把这个进度调快。对。然后对于一些接受能力比较慢的学生来说呢，也非常痛苦，很有压力，因为别的人都会了，然后只有我不会，可能慢慢的可能就会，哎呀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学汉语呀？然后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学汉语了？然后可能他就不太喜欢上课了。对，然后就会越来越没有信心，然后没有动力学汉语。对，所以班级课就是这样。是的。那刚才我们优点和缺点都说了。还有什么吗？
优点和缺点。就比如说班级课的时候呢，练习的机会比较少。嗯，如果1对1的话，都是你在练习，但是班级课的话，一般可能比如说4个人、6个人、8个人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练习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练习你的口语，我们建议你还是去找1对1的私教课。对，如果你的目的性不是那么的强，你只是想交朋友，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先报班级课，然后看看。对，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们是短期的，比如说1个月，或者是2个月，然后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学汉语，他可以从星期1到星期5每天都学。对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建议你班级课和私课1对1的私课结合着来上。对，就比如说像语法课呀，然后听力课呀，你可以上班级课，然后呢口语课呢，你可以上1对1的私课。对，那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初学者呢，就是你的汉语还不是那么好，你刚开始学汉语，你会说的汉语不多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想进步的快一点，我会建议你每个星期至少上3次课。如果有的人说老师我太忙了，我1个星期只能上1次课，千星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？没有效果。对，是的，这个这个我们说的是实话，这个效果会很差，就是你的进步会很慢。因为呢，我们的记忆是有一个曲线的。对，那等你下个星期再上的时候呢，已经隔了1个星期了，上个星期你学的东西都已经忘光了。那除非是在这1个星期里你自己经常复习。很难。对，这个很难。所以如果你是初学者，我会建议你1个星期上至少3次课。如果你真的找不到3次课的时间，那上2次课也可以，就是自己多复习。比如说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复习，或者是利用开车的时间听一些播客呀什么的。那你可能会说，老师，我不知道我的水平是什么样的，那我也不知道我去报名的时候，我应该选初级的班，还是中级的班，还是高级的班？这个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去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学校都会给你做一个小的测试。对，学校会看你的水平怎么样，然后呢，他会去给你安排一个适合你的班。千星在学校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给学生做过测试？对，那一般你们会怎么给学生做测试呢？首先呢，就是一些简单的日常问候，然后会问一些和 HSK 2级、3级相关的语法的内容，比如说，来中国以前你学过汉语吗？你是在哪儿学的？你喜欢四川菜还是上海菜？这样的语法呢，其实就是2级和3级的语法。那如果你能听得清楚、听得懂，并且你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，那我就知道你的水平在什么程度。然后呢，可能就会再问他一些4级、5级相关的问题。对，就是用4级和5级的词和语法去问你们一些问题。对，那比如说，你刚来中国，然后你没有认识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说？如果你能告诉我啊，我刚来中国，我谁都不认识，那我就知道你的水平大概已经是4级了。对，这个就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。其实有经验的老师，他跟你稍微聊个3、4句，他就知道你的水平是什么样的。芊芊，你觉得就是从1句汉语都不会说，到可以简单的用汉语跟中国人交流，比如说问天气，然后呢问喜欢吃什么，然后问什么你有什么爱好这样的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对于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来说，他学的比较快，然后呢，他大概40个学时就差不多了。那学习能力不太强，然后学的比较慢的学生的话，我们觉得最多60个学时应该也可以了。如果学得快的话，40个学时，就是差不多40个小时吧。因为1节课是有的时候是45分钟，有的时候是50分钟。对，40个学时的话，可能可以达到一个以前老的 HSK 2的水平。40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因为汉口那本书学完以后，差不多就是 HSK 2不到3的水平。3，然后入门下的话，它的3级的语法会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学完了 HSK 3，
他想达到 HSK 4的水平，你觉得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这个的话，因为 HSK 的话，一般我们比如说学汉口那本书基础篇，学完的话应该就可以考 HSK 4级了。那里面有3级的内容，也有4级的内容。如果前面你学得很好的话，那可能用的时间就不会太长，比如说40个小时、50个小时最多了。但是如果前面3级的内容掌握的不好的话，那可能后续花的时间就会要多一些。其实我觉得从初级到中级，可能学的会进步的会比较快。对。然后呢，从中级到高级进步会慢一点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语言还是其他的方面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前2天去对，我们没有跟你说，我们前2天去报名了一个舞蹈班。我们开始学跳舞，然后我们也是问那个舞蹈学校的老师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，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初级比初级好一点的水平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其实从0到1是比较快的，对。然后呢，要从1到2可能会慢一点，然后呢，要从2到3可能会更难。对。然后我想，哎，这不就是跟我们学语言是一样的吗？对，就是越学越难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谢谢芊芊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。不客气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再见。再见。